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因为上个视频做的牛乳小方剩了一些边角料，边角料不要扔，把它放到冰箱里发酵2天，就是特别适合做罗宋包的甜老面。那刚好今天我的甜老面第3天了，就可以来做罗宋包啦。先来欣赏一下我的失败作品，这面包烤的真的奇丑无比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真的干货满满，让我详细的告诉你们在家怎么不费力做好罗宋包。来吧，先来揉面吧，把所有材料全都放在一起，什么黄油啊、老面呀，一起全都放进去。黄油也可以后放，我是犯懒了，就一块全放进去了。先用低速3档揉1分钟，等揉到看不到干粉了，然后就转5档，给它揉到8到9分筋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就这个状态就可以了，破洞还有一些锯齿。揉好的面团温度尽量不要超过26度。罗宋包正确的做法呢，应该是用压面机反复的折叠压扁，压到面变光滑，这样才能呈现最后的松软绵密的口感。但是呢，上一个我发的牛乳小方的视频已经这样充分的折叠过了，所以这个甜老面是很筋道的。那用这个甜老面做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搞那么复杂了，直接给它揉到8到9分筋就好了。揉完以后给它盖好，发酵30分钟就可以分割了。直接给它分成6等份，一个100克左右。这个面包不需要滚圆了，直接给它整成水滴状。把分割下来的零碎面团放在上边，然后压扁，只把一头的面卷起来，再搓一搓，就变成水滴状了。现在呢，面筋还比较紧，搓不了太长，回缩太厉害就不要搓了。能搓多长就先搓多长。这个面包要是不想做成我开头那个丑样子，记住一个原则，就是面筋一定要够松弛，够松弛，够松弛，直到它睡着。把6个面团全部搓成水滴状，先盖好，松弛15分钟。15分钟以后再把它搓一搓，给它再搓长一点。为什么要搓2次呢？等会儿后边我会给你们展示。这个搓2次是为了整形好看，然后再发酵20到30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就可以擀开了。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先把顶端一小部分面团擀扁，然后一只手拿着擀面杖顺势往下擀，另外一只手轻轻的给它拉长，这样就行了。从头到尾就擀这么一下，不要反反复复来回来去给它擀得特别长特别薄，那样的话面筋会太紧，做出来就特别丑。然后你给它从桌子上拿起来，翻不翻面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动作，因为这样的话它的面筋又会变得松一点。然后再顺势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，卷几下就把2头搓一搓，这样最后2头就是尖角的状态。卷的时候不用把面拉长了卷，那样的话面筋又会变紧了，就顺势从上到下卷起来就好了。放到烤盘里32度发酵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，具体要看状态。我还是分2盘烤，第2盘室温发。你们在整这种造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烦恼，就是为什么别人整的胖乎乎很可爱，我整的却是这种细长的？今天我就给你们揭秘一下。关键点就在于这个水滴状要给它搓的细长一点，这是一个没有搓的细长的面团，顺势给它擀开，擀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仔细看，这样擀开以后，它的头就变成非常的宽，而且它也不够长，那卷起来以后它就变成细长的了。尽管我卷的时候使劲拉它，让它卷更多的圈儿，最后它还是很细长。所以如果想要胖乎乎的状态，这个水滴状一定要搓得长一点。擀开以后它的头是比较窄的，而且它更长，那卷起来以后它就变成胖乎乎的了。掌握了这个秘诀以后再整形，你想让它长它就能长，你想让它短它就能短。面团发到差不多快2倍大的时候，这个状态就可以烤了。用小刀在表面划口，划3刀。然后在上面放上黄油，
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60度，烤20分钟左右。如果家里有蜂蜜的话，你可以把黄油和蜂蜜1:1加热融化，等最后出炉的时候刷在表面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直接刷黄油就好了。罗宋包在烘烤的过程中还要再刷2次黄油，第一次是烤到边上有点上色了，可以把盘子里留下来的黄油刷在表面就行。第二次是烤到最后还剩1/3的时间刷。烘烤结束，取出来先震一下烤盘，然后立马趁热刷上蜂蜜黄油。这个蜂蜜黄油只是在最后烤完以后出炉再刷，烘烤过程中刷的是纯黄油，因为我觉得最后出炉刷这个蜂蜜黄油，它表面会很亮很好看，最后也很好吃。再撒一点海盐，因为蜂蜜刷完以后它会比较黏，所以海盐能粘在上面，这样吃起来我觉得特别好吃，咸甜搭配特别有层次。第二炉我还尝试把它割得再深一点，割了5刀，搁浅点我也试过，搁浅点不好看。对比完以后，我觉得还是搁3刀更好看一点。留下来的黄油被底部的面团吸收，面包皮特别的香酥，一口咬下去，底部是香酥的口感，上边香酥中还带着蜂蜜的甜香，咀嚼几口，舌尖还能跳跃到海盐的惊喜，真的特别好吃。面包整体来说是松软的，但是吃的时候也会略带嚼劲儿，切开的组织也非常细腻绵密，这都是上一个甜老面的功劳。所以这一次你们可能要交2个作业，辛苦啦辛苦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兴趣的话就试试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